它是斜着移动的耶。嗨，どうもこんにちは，大家好，我是目前住在日本的阿伦。对，今天的阿伦来旅行，想要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就是名古屋，就日本中部这边附近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哈。这一次呢，算是一个比较长程的旅行，所以我会把它分成上下2集来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请继续看下去咯。然后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 Sentoria 中部国际机场。对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现在说真的呢，每1周大概也只有1-2班的飞机会飞到这边来吧，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现在机场的目前是有点少人的，不过我相信接下来呢，疫情会慢慢的平息之后呢，这边的人应该就会越来越多。然后因为这一次呢，会带大家去一些呢平常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去到的地方，然后想要带大家进行一个深旅行，所以我这次呢会来租个车，然后今天就跟着我还有 Yui， 对，我们2个人呢一起带大家去看看中部这边附近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吧。哦，那我们去租车喽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车子啦。我爸以前都会这样拍照。哦，车模 Yui。好，今天这台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开的车喽。对，大家记得系好安全带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的第一站呢是犬山城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好，现在在我后面的这边呢，就是犬山城，然后它的通称呢叫做白帝城哦。它是在1537年所建造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哦。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它的天守，它的天守是现存的目前的最古老的天守之一哦，所以说还蛮有来这边看的一个价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去犬山城里面看看喽。OK， 我们进来了，耶！今天的第一站犬山城。哇，各位，这个就是天守看出去的景色啊，超美。以前的城主呢，他们看到的景色呢，就是像这样居高临下的感觉，而且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哦。其实有点怕怕，因为它前面这边没有任何挡的，所以说大家来这边也是要小心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这边的城下町，对，这边有非常多那种小店，可以让你在这边买一些欧米亚给啊之类的。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平日吧，而且可能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观光客呢，说实在还蛮少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就带大家稍微看一下这边有些什么东西吧。哦，好，我们进到了它这个饭店的电梯里面，来看到透明玻璃。哎呦，它是斜着移动的耶！它是斜着移动的。缆车哦。对，好像缆车，它是斜着移动。来看外面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到我的房间了，带大家看一下我房间里面长什么样子，应该是合适的房间。来咯，谁咯？香，好大的房间，8室12铁，这比我之前刚来日本的房间还要大1倍，而且还不含厕所。对，然后这边来看到这边有个纸门，这边画面应该还有东西，来看一下，小小的客厅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景色，好了，这边。哇，夜景哎！这边看出去的夜景好美哦。嗨，邻居你好。竟然有自己的阳台。对啊，真不错，而且外面看出去真的还蛮漂亮的。嗯。
来到了第2天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去这附近有一个朝市。朝市。对，有朝市。对，然后它就在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河长村的附近而已。对。对，所以我们然后去那边看一下。出发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叫做 Ideyu 的Asahi 的朝市哈，然后就是有一些像这样小摊贩在旁边，然后这里离河长村很近，它就在旁边而已。就是说大家来河长村的话，之前的话呢，可能可以来这边稍微走走看看。对，店家不会很多，可是就是有一种那种在地的那种风味的感觉。这个河长村跟我们平常在网络上所看到的河长村有点不太一样，不过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是需要门票，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吸收到更多关于他们的一些历史之类的东西。来这边，而且它里面是有整理过，所以真的呢还蛮舒服的。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来玩玩看喽。耶，哦，走喽！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一个地方前进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准备要到远一点的地方，大概要开1个半小时的车，我们要去一个哪里？郡上八幡的一个城吧。对，然后城下町，还有城下町那边可以逛。那边比较有名的是，就是你可以做那个 shopping sample， 叫什么？食物模型。食物的模型。对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就出发喽。出发。车程1个半小时 ，Go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边呢，是郡上八幡城的附近。然后我们现在所在地方是它的城下町哦。然后想要在这边吃个饭，然后顺便逛一下。然后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就远远的眺望一下那座城。哦，那我们就来散散步喽。哇，今天很多日本的学生呢，应该是他们校外教学吧？我想。岐阜县名产飞弹牛食用，就是决定是这个了。好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体验做什么样子的食品样本哦，对，然后依照每种不同的，它的价位就不太一样。我们决定来做一个这个 Tempura set， 然后另外呢还想要来做一个这个日式的剉冰，感觉蛮有趣的哦。耶！我们的天妇罗做好了。짜잔！哦。OK， 他们还让我在这边签名哦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这边来找找看我的签名哦。哦。いきます。はい。せーの。哦啊！筷子飞出来了。对，但是很厉害。耶！哦，然后他们这边有卖超多食品的 sample 的，还有这个乌龙面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要前往的是这个岐阜县的关市 Sekishi， 对，然后那边呢听说鳗鱼非常的有名，然后途中我们会经过一个莫内之池。莫内之池听起来洋风有没有？它就是一个真的池子，然后里面有鱼，但是看起来就好像莫内的名画一样。对，所以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我们
就去看一下吧。不过我们有稍微问一下当地的人，那他说那看起来就是一个池而已。不过我们还是蛮好奇怎么样，因为路上会经过，所以我们就想要去看看，希望不会错过它喽。OK， 我们拍完莫内之池了，水真的很清耶，很轻。对，然后用摄影机可能比较拍不太出来，可是我觉得用手机去拍的话，感觉真的还蛮漂亮的。对，它拍起来很漂亮哎。对。如果说用肉眼看的话，就是觉得哦，就是一个很清的池水，然后有悠闲的鲤鱼，就不会联想到莫内的话。但用手机拍起来的确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好了，准备去观视啊，赶快上车。我想喝咖啡，你需要保持清醒，有保持清醒，不能睡，不能睡，所以说才想要喝点咖啡，买点东西，顺便体验一下在日本买得来速的感觉。我想要买冰淇淋，也还不错哎。はい、アイスコーヒーの L サイズ1つと L で、はい、オレオクッキー1つ。オレオクッキーを1つ、はい、超オレオと普通のオレオとございますが、普通の方で大丈夫でしょうか？你要超吗？超多。超オレオでお願いします。超で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お車前にどうぞ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超オレオ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呢，是任务屋山秀，然后里面呢，听说可以体验就是打造日本刀具呢，因为日本刀具其实很有名嘛。然后今天就来看看，还有顺便可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卖一些什么好的刀具。然后如果有露营可以用得到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咯。那我们就先进去喽。对，像这岐阜县的关寺呢，这边任务呢也是非常有名的。我们等一下呢会来体验一下，就是打日本刀的那种感觉。どうぞ。停はいどうも。はい。这个是有参加打铁课程人可以拿到的纪念品跟证书。哦，出来上がり。体验做小剪刀。哦，他让我们拿这个是真的武士刀哎。然后他有说这边呢是不能够随便乱碰，因为碰了会很快就会生锈。他叫我们就是拿了武士刀的时候可以像这样鉴赏，看它的那种波纹啊，跟它的那种功法的感觉。好，然后他们卖店呢这边还有非常多相关的一些周边商品哦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耶这里。哦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任务山秀还蛮有意思的，尤其是那个你可以体验那打铁的，不过虽然那个价位有点高了，5万5，可是他有说你2个人来体验也是5万5，对吧？20个人、30个人来体验也是2万，也是5万5，对，而且都可以体验直接去敲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要准备那些道具，然后请纸人过来。对，所以真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而且最后可以拿到一个纪念品。好了，肚子饿了，运动完肚子饿了，我们现在去吃饭呗。吃鳗鱼饭。鳗鱼饭，哦，关寺著名的鳗鱼饭。Let's go。哦，吃饱了，鳗鱼好吃。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关寺这边走走，这边的那个乌纳基鳗鱼还蛮有名的。对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要去他们的这边岐阜这边也有一个大佛，对，我们要去看看那边大佛长什么样的文化之旅。OK， 出发喽！
哇，这个景点，虽然说没有很大，可是那个大佛的魄力真的还蛮惊人的。看到那大佛，让我想到一部台湾的电影，叫做《大佛普拉斯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我是想到《杠子杀戮都市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应该我这边，我觉得我这边人看得过应该比较多，有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感觉在里面的时候，对，庄严的感觉。这边是岐阜城的天守，这边看出去的样子呢，就是像这样子。哇，这边真的是很高哎，可以想象说这个是之前那个之前的信长呢，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就是待的还蛮久的一个居城哦，在那个年代能够盖出这样子，真的非常的厉害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要住的旅馆石金，可以带大家来看看我的房间。哇哦，很新的日式房耶！对啊，这边榻榻米呢非常的干净，然后旁边这边是可以让我们放行李的地方。最重要的呢是这里外面，哇，河景！我们房间外面呢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景色哦。哇，按一按，整个人好舒服，而且我刚才已经几乎都要睡着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呢来到了中部地区，日本中部地区的一个简单的旅行的第一集。对，然后接下来明天呢再带大家继续逛逛这附近到底有些什么东西。那么下一集我们再见喽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喽。那今天的频道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！下一集也要收看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的这里呢是苗木城基，它真的很像那种什么天空之城的感觉。OK， 我们来找女城主喽。哦，谢谢。看人喝酒就是有一种乐趣。